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这个不同电信公司啊，每一年都在争什么东西啊？来看这个吧。我们刚刚讲到是关于基地台的事情啊，对不对？那当然我们有很多不同的 ISP 会建立基地台，可是建基地台不是来买一个基地台放在楼顶上，后面屁股接个光纤到 Internet 上就好了。频谱啊，频谱的英文叫 spectrum， 频段、频谱啊这些东西是国家的重要资产。它不是私人企业拥有的东西，所以你要使用某一个频率往外传东西的时候，啊，不会是像比较简单，像微波啊、微波的电塔啊、讯号啊，radio FM、AM 的 radio 啊，这种广播频段啊、电视的频道啊，甚至像是现在4G、5G 的基地台的频谱，他们都是要花钱跟政府买的。那政府为了达到最高的效益，所以效益就是赚更多的钱。频谱呢，都是用拍卖 auction 的方式在对外卖，因为它意思就是说，你看嘛，我底价设个3亿、30亿、300亿哈，300亿，有人愿意出500亿买，我当然就把这个频段卖给那家 SP， 对不对？啊，所以每大概10年左右，我们就会重复的做这件事情。我们上一次做这件事情呢，在去年的年底的时候。5G 的频谱已经被拍卖出去了，只是呢，现在因为频谱虽然卖出去了，可是基地台还不 ready 嘛，有人要做基地台啊，全世界做基地台有名的国家厂商 Nokia 对不对 ？Nokia Ericsson， 华为嘛，大家应该知道华为有在做这件事情，对不对？那我们就会去跟他买基地台，然后再架在上面，然后去跟买频谱。那可以看到哈。频谱是谁在管理的呢？台湾就是 NCC 这个单位，就 NCC 这个单位在管理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这个是 NCC 一个量嘛，一个量。好，那频谱一样嘛，因为我们讲嘛，那波它是有频率之分的，所以有时候你在你的手机上看到我的手机资源，如果你很小的时候还有用过手机的话，你会知道有很多手机是不相容的。比如说，你可能没有听过吧？有一种叫 PHS 的手机或是以前用亚太的手机，你跟中华电信的手机是不相容。为什么？因为里面的晶片呢没有支援所有的 frequency， 还有所有的这个 encoding， 就是说编码的技术，所以那时候手机会我记得还有台湾大哥大限定的手机，只有台湾大哥大能够用，因为只有台湾大哥大有买到那个频率做出那个手机，那你拿去中华电信就不能用那但是现在的手机你随便看个 iPhone 在这 spec 里面呢，下面就会写到关于网络通讯的部分，在这里有没有？它也是有分的。你看，它有分2个不同的机型第一个机型是 A2215 的手机，那它支援哪一些频段呢？这里就写了一堆FDD-LTE 它指的是4G，以后会教LTE 就是4G 的一种技术FDD 指的是 frequency， 就是频率那频率是哪个频段呢？国际有规定所以16、23、88一直到66TD-LTE 也是4G TD 指的是 time division， 这个我们以后也会教它支援的频段是下面这些频段。UTMS 指的是3G 的意思HSDPA 是 HSPA 就是 3.75G 的意思，它的频段后面有列850-900这个 MHz 那记住这一行写的是 megahertz， 百万赫兹嘛赫兹就是每秒震荡几次嘛每秒震荡850百万次，上面那是频段的号码那号码是对应哪一个频率，那个上网可以查那下面这个 GSM 呢 EDG 就是 2.5G 啦 GSM 就是 2G 的意思现在一般来说应该很少用2G， 所以你看这边有850、900、1800、1900。当年台湾大哥大在拿到政府卖出来这个频段的时候，他就买到了900的这个频段，所以他就出了900频段的手机，还有它里面的晶片，所以拿过去1800的中华电信是不能用的当年是这个样子好，所以现在的手机因为晶片都做得很小很小了。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手机都是所谓的全屏手机。那如果你以前
小时候你有听过什么2屏手机啊、3屏手机，指的是说它们的资源900、1800啊，在国外还有2700这个频段啊，所以很久很久以前你在日本买手机带回来台湾是不能用的啊，因为那个频段不合。但是现在没有了，现在的手机基本上都是全频段的哈，你们要知道这件事情哈。那台湾4G 的 Spectrum， 这是5G 的哈，那就是这里有一个3500 MHz 的这个频段，它左右会有个宽度，总共开放270 MHz 的这个频段。实际数字我不知道，但你可以这样想，就是大概在3500附近，往上往下加起来有一个2700 MHz 的这个频率的频段有被卖出去，然后谁买到呢？中华电信买了其中的90，远传买了其中的80，台湾之星买了40，台湾大概买了60，就这样。那右边呢是我们5G 开放的另外一个频段是28000哦，要注意哦，它是5位数哦。好，它上下呢开放的赫兹是25000，然后中华电信就是各买了这些，然后最后还有900没有卖出去。啊，总共大家买到的就是这个样子。那下面就是多少亿元啊？比如中华电就花了462亿，所以你每个月缴的月租费，它通常就是拿来摊提这些买到的频段，还有买的那些我们讲的 station 啊 ，base station 的那些设备都好几亿元啊，就这样摊下去。摊一次可以用多久呢？大概8到10年吧。因为下一次等6G 出来的时候，应该不用这么久了，应该不用到10年。6G 出来的时候，可能8年就会出来了。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再一次的卖出6G 的频段。好，那这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看，亚太是不是只花了4亿元买了一个28000的某一个单位400 M 赫兹？那相较来说，它就是比较不利的。那买到这个赫兹的数量跟什么有关？跟基地台有关。因为基地台的晶片、基地台的天线必须支援这个28000 MHz 的这一个频段。那当然也是因为中华电信的用户比较多，所以它必须买比较多的应该说频道吧，应该这样讲，比较多的频道来用。好，那这个当然后来有另外一些方法，就是说，有的时候他们会交换频段。比如说，我的2800的某一个赫兹跟你去换你的什么，那就是他们私下在磋商的哈。那大概2个礼拜之前有一个讯息吧，我忘了是谁跟谁，就2家 ISP 业者，他们决定跟 NCC 申请，他们要共享他们的频谱。也就是说呢，比如说，你买到一个2800的我买到一个3500的，但是我借你用我的3500，你借我用我的2800。就是这样子。那不同的这个我们所谓的频谱，就是这个频道的频率有什么样的差别呢？我们所谓的这个电磁波上面不是写了吗？电磁嘛，频谱嘛 ，electromagnetic spectrum 那以频率来做区分，所以越左边它的波长越长，越右边它的波长越短，它说的能量就越高。波长是这样，所谓能量高的意思，它穿透物体的衰减率。如果能量越高，你的粒子，你的光讲粒子的电磁波都可以你的粒子或者电磁波的能量越高的话，你能穿透墙的衰减就越少。那左边有长波，波可以长到超过公里，然后中间这边、右边这边，所以可以看到这边可见光在中间嘛 ，radio 在左边嘛买到一个频谱然后它的波长比较长所以它的穿透率怎么样就比较弱，所以在市区里面就比较不适合，因为 building 太多了。可是我买到的波长比较长，我可不可以架在玉山山顶上？可以，因为它波长比较长，可是你可以打大功率出去之后，它就可以覆盖整个玉山的山顶，可以吗？所以有的时候不同的 ISP 厂商买到就会交换，因为在都会区跟在空旷地方，因为物理性质不一样，所以你要适用的 technology 比较不一样，好吧？这个我们后面也会再提一台主机一个 host， 它在送资料的时候呢，我们一般来说呢是用封包就是 packing， 我想这个字你应该都知道了封包的方式传。
为什么要用封包的方式传呢？啊，来注意看哦，顺序是什么？第一个 ，take application 的 message， 比如说你要传一个档案过去，这档案可能有2 mega、10 mega， 或者你要传一个 message 啊，传一个文字啊，今天晚餐吃什么啊这样的文字出去，那这个东西当然就从 application， 无论你是用 Line 啊，用上网页啊，啊，或者是看 Facebook 啊等等之类，这些东西都会包装成 message 的啊。那 message 就会 encode 成大家应该学过嘛 ，ASCII 的 table 的码，对不对？啊，变成一个个 byte。那接下来就要传出去了，对不对？它的下一步是什么呢 ？Breaks into smaller 的 chunks known as packet。我们在网上传东西的时候啊，我们通常不会，比如说有个10 mega 的东西，我们不会10 mega 就这样传出去，我们会切成一小块的啊。大致上可能是大概1500 bytes 的一个小的 chunk， 这个 chunk 就是一个封包，切成一片，好，那这边就比较数学化，我们就写说那个是总共有 L 个 bit， 那在 L 个 bit 的东西呢，就会包装成一个封包，就是一个 packet， 这个 packet 会 transmitted to access network， 因为一开始你是离开你的家嘛，对不对 ？access network at transmission rate R， 好，那这个应该也是大家知道。我们在衡量一个 media 的时候，我们对它最直观的观察就是这个 media 有线的、无线的、光纤的、铜线的、电话线，它传输速率可以有多快？那我们刚才你不是看了吗？像4G、5G 啊，对不起，台湾之星不是可以跟你说吗？你可以传到21 megabit per second， 对不对？所以这个 R 就是多少？这个单位通常是 megabit per second， 我们通常这个速度就是这个 R megabit per second 啊。那我们通常这个 transmission 的 rate， 我们也有别的字啊 ，interchangeable 的字，比如说它叫做 capacity 容量，好，或者是说叫做 link 的 bandwidth， 叫做这条线路的频宽嘛，啊，但是我们通常叫做 transmission rate， 叫做传输的速度嘛，啊，单位是每秒钟可以推送多少个 bit， 从你的这条线的这一端到你的线的另外一端，啊，所以我们通常会这样画。左边一端，右边一端，中间有个连线，这个连线可能是 wired 的，可能是 wireless 的，那它的参数是 R bit per second。然后你有很多的 message 被切成一个一个的封包，课本例子是2个封包，每个封包的长度都是 L 个 bit， 所以传过去要花多少时间？每秒钟可以传 R 个 bit， 然后你有2个 L bit， 所以一除嘛，就是 L 除以 R。就是一个封包从左边的 host 传到右边的那个 box 身上，对吧？这个就是纯粹的数学计算而已。那你有2个，那时间就乘2就好了，对不对？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因为之后我们这个 physical media 会比较少讲，好，我们来看。所以一个 physical 的 media， 无论它是有线还是无线的，我们对它的东西都是以 bit 为单位嘛。那传一个 bit 啊，一个高是0，一个低是1哈。Physical link 就是这些线啦，啊，那通常有线的东西，像光纤、copper、coax， 就是同轴缆线，我们会称之为它是 guided media， 因为讯号只能在这个线上跑。可是，在无线的环境里面，因为电磁波一打出去之后是一个球形在空间里面散开嘛，对不对？所以它就叫 unguided media。好，那我们这边可以特别讲一些特别的事情，哈，就是说你在网络上看到那个4G、5G 的天线的时候啊。其实现在也没有这么笨了，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学物理，你知道吗？你就一个点的 signal， 你一打就是一个球状的东西，会像球壳那样子散开嘛，对不对？但现在也没有这么笨了。现在我们在基地台楼上建的那个天线，都是所谓的有向天线，有方向性的天线，就像这个样子。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基地台的柱子，它白色那个就是哈，白色这个呢会打到。所以它是一个扇形啊，它这个应该说一个扇的柱状啊，往那边打出去，这边就这边，那这边面向就没有，这边就不会有讯号啊。现在的天线已经做到比较好了，那这样也就是可以控制说，那个 cell 的安排，好，那些 cell 的安排，好吗？所以现在的也没有这么是 unguided 没错，但是你可以大致上看到某个方向往那个方向去啊。那我们一般的铜线啊，一般的铜线要抗干扰嘛，对不对？因为铜线
你们应该都有做过实验嘛？电池不是互相感应嘛，对不对？所以你的铜线附近只要有磁场或是电场的时候，里面的讯号就会被干扰啊。那被干扰怎么办呢？那些物理学家就比较聪明，他们发明了一种东西叫做 twist pair， 叫做 TP， 就叫做绞线啊，英文中文叫做绞线。也就是说呢，这8根以太网路线里面的线是八根互相两股，然后再两股互相绞在一起的。为什么？因为这可以你应该知道吧，就是有那种法拉第笼效应，所以 twist pair 能够有效的降低讯号的干扰。所以你看大部分的线都是这个样子的。那线也有等级之分，课本上讲了2种 ，Cat 5跟 Cat 6啊，我们简称 Cat 5跟 Cat 6。Cat 5就是可以传100 Mbps 的以太网络和1 Giga。如果你要用到10 Giga 的 bit 的以太网络，你要用 Cat 6，因为 Cat 6里面的那个线啊，还会 Cat 6的线里面有一层金属膜，这个就是双绞线。我刚刚不是说8根吗？它里面2根会绞在一起啊，就是为了抗那个外面的那些电磁的干扰。然后另外更高级的线里面会有一层薄薄的网，这个就更高级的线呢，这里会有一段那个金属的薄膜，对不对？那金属的薄膜把你的线包在一起的时候，就跟那个法拉第笼的效应一样，外面的电磁波就不会穿透那个金属的那一层的薄膜啊。那但价钱就有差了啊，价钱就有差。那另外我们刚刚不是讲了吗？还有光纤跟同轴缆线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左边来看，同轴缆线就是这个样子的，它是一根超粗的同轴缆线，好吗？左右两边就铜线嘛，上面就传讯号，是可以双向传讯号的哦，啊，双向传讯号的。那但是现在来说，我们都用 HFC 啦，啊，里面就有一些光纤的东西啊。好，那你看黄色的那一个一样，它有一个薄薄的金属层，可以让里面的讯号比较不会受干扰。右边的这个呢，就是光纤啦。光纤其实就是玻璃丝啊，就是玻璃丝拉成很细的玻璃丝，因为里面承载的是光讯号。那我们知道光就电磁波嘛，光有很多种不同的颜色跟频率，所以你可以在里面传不同频率的讯号。那因为频率是可以拆分的，光讯号是可以拆分的，所以你在这边可以打10个，就假想好了，打10个不同的颜色，在那边你就用10个不同的颜色的接收器，所以你就东西，应该说光纤的 capacity 或者 transmission rate 就会比较大，而且光在那个光纤里面基本上是全反射，好，我们赶快回去查那个高中的课本哈，全反射，所以它里面光纤的衰减的程度就没有同导线来的高，所以光纤一次就可以拉得比较远。那你看嘛，这边是 high speed operation 哈，10到数百的 Gbps transmission rate，low error rate 啊，因为里面是全反射的啊，不是像同导线必须要同。然后你可以去 Google 看看是谁发明光纤的，大概是前几年吧，诺贝尔物理学奖就颁发给了发明光纤的人，因为他对这个世界改变很大。那我们来再谈一下关于 radio 这件事情，刚刚讲了一些有限的嘛，那 radio 当然就是 signal carry 在电池的频谱上，对不对？就没有 physical 的线路啦啊 ，bidirection 啊，你可以送讯号，别人可以送讯号回来。那它会有个小小的问题是 propagation environment 的 effect， 因为我们说它是一个 unguided media， 对不对？所以东西一打出去就开始。以这个教室来说，你东西一打进去就打到墙啦，对不对？啊，墙就看有多少要反射，多少要穿透，我就想它是像光粒子那样子嘛，哈。那就会有，这边就写了，所以该有的问题都会有，反射、折射、穿透、衍射，全部都会有，好，全部那些东西都会有，甚至还有那个反射之后，跟声音一样嘛，会有回音。光就是电磁波打出去，如果方向反回来的话，也会有回音，所以它比较难做，啊，它的那些晶片比较难做，啊，好吗？那最重要的问题是干扰跟衰减，衰减比较没问题嘛，衰减就是你知道能量它的振幅越来越小，就是衰减嘛。那干扰是比较麻烦的，啊，比如说我原本啊，我们再画一次刚刚那个好，我们原本不是说这里有一个这个
基地台嘛，对不对？啊，基地台不是会有一个半径的范围嘛？那通常 ISP 厂商会让这个东西应该就是有一个交界，啊，如果不小心呢，你的功率，我们讲功率是影响振幅嘛，你的功率放得太大啊，如果你的功率不小心真的放太大的话，你的东西会不会就可以传得比较远吗？可是你要想哦，电磁波的衰减不是马上就没有的，它是慢慢的衰减，对不对？所以呢，很有可能在绿色的区域里面，你可以正常的收跟送1个 bit， 可是超过绿色区域之外，那个功率已经开始慢慢衰减到你已经没有办法正确的接收1个 bit 是0还是1了。可是问题是这个东西会有溢出去的这个效应啊，那你溢出去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就干扰到隔壁的那个基地台正在传输的东西了？那如果你的功率开的稍微大一点，你很有可能会干扰到隔壁的基地台，所以这就是所谓的 interference， 叫做干扰了啊，就是干扰。所以无线的传输会有非常多 interference 的问题。那 radio type 哈，第一种就是超长波啦，啊 microwave 啦，啊就是微波，不是微波炉的那个微，其实是一样也是微波炉的微波，但当然指的是那种这种跨州啊，洲际的那种超大的那种电台的那种微波哈。那 WiFi 就比较小，我们刚刚讲了，大概在30公尺之内都还可以啊。那 Cellular 就是大概在几公里之内可以传，那速度10 Mega 吧，20啊，现在5G 都可以到好几百了哈。Satellite 比较麻烦 ，Satellite 就是地面的卫星站打上去 ，Satellite 再打下来。它的优势当然就是它一次覆盖的范围超大，可是问题是它的频宽就没那么高了，没那么高啊。KBS 到45 megabit per second， 可是因为光电磁波传递虽然光速很快啊，可是因为打上太空再打下来也距离也蛮长的，所以这边就想大概会有270 millisecond end to end 的 delay， 这个数字大概记起来就好。好，那我们用光纤呢？光纤如果跨太平洋的话，了不起就几 millisecond 吧。到几十都不到吧，大概几 millisecond 哦，所以你就知道这个270很高。可是问题是你人在沙漠里面，你是不是就是要拿卫星电话打？你在荒岛上是不是拿卫星电话打？好，后面这些东西啊，其实我们前面大致上都讲过，所以我们会讲的稍微快一点啊。网络的核心我们讲过了，网网相连，中间需要有路由器 router 帮我们把东西一站一站的送过去。那我们前面不是讲了吗？我们的大 message 会切成一小格 chunk， 每个 chunk 叫做封包，所以封包就会在这些网网相连的 routers 里面一站一站的走到你的目标去啊。所以我们这边就讲了 mesh of interconnected routers， 这个 packet 就会不断的这样子一路往下延伸。那这个叫做 packet switch，switch 就是交换的意思啊。你交给我，我换手到下一站，那你收到再换手到下一站，所以这叫 packet switching 啊。packet switching 呢，就 host 会把 message application 的 message 切成一个一个的 packet 会离开你家之后呢，开始找到最近的 router， 可能是 ISP 提供的哈。那 ISP 就会往往相的一站一站，所以叫 forward 嘛，就叫做往前递送啊。forward 这 packet from one router to next。Across links on path from source to destination， 看它的目标，台湾要送到美国去啊，一站一站的，然后看怎么走海底电缆啊，怎么走光纤啊，怎么上岸啊，然后到哪里啊，好吗？然后 each packet transmitted at full link 的 capacity 啊，这个我们以后再讲啊。Q 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你要知道，那些 routers 在处理这一个一个的风暴的时候需要花时间。对不对？你左手收进来，我总要看一下，哎，你要去哪里？好，我知道你要去哪里，然后从我右手那边出去，这个是要花时间的啊。所以呢，你有的时候太忙来不及，你就只好你就把，哎，我左手收一个风暴，那你等我一下，好，我先把前面的东西送出去，好，前面东西送出去的下一个，好，收到了，好，才来，好，所以就会有 Q 的问题，好，所以我们后面会讨论一下关于 Q 这件事情。那一般来说啊，在应该说全世界了哈，在全世界
你可以买到很多的 routers， 没问题哈。routers 最常用的品牌就是 Cisco， 就是思科。那另外一个比较便宜的牌子叫 Juniper， 都有。好，这两个都是国际的大厂牌。所以你如果有兴趣商院的机房，或是5楼那边的机房，或者是计算中心参观的话，他们基本上它的 routers 都是长这个样子的。啊，长这样子的。这台非常有名哈，也是卖了可能20年了嘛，历久不衰。这叫 Cisco 2950的 router，2950，还有一个470的，你看啊，还有什么？还有48个 port， 也就是说呢，这些 routers 在互相往往相连的时候，不是只是你的 router 对我的 router， 不是，我可能这台 router 前面还有20个其他的 router， 所以你就拉一根线到我身上吧，那我就想办法看。你从 A 地方来的人，那我是不是要从另外一个 port 去一个 B 地方？所以所有的 router 大概都是这个样子的，都是24个 port 起跳，像右边这是24个 port 起跳的，都有可能，这都是很常用的，那这是另外一种。机房里面通常都是这样子，一个一个的 router 全部都叠在一起，所以这个 Internet Core 就是靠这些 router 全部都粘在一起，就像右上角这个蓝色图的这个样子，比较像实际的样子，好吗？好吧，那接下来就是说，那 router 跟 router 他们之间在丢这些风暴的时候啊，他们是怎么丢的呢？我们来看这个，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字眼，你一定要把这个字眼记起来，因为这个字眼就真的就只有指称这件事情啊。这个字眼叫做 store and forward， 储存然后再递送，这个事情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来看好了，假如这个世界的网络超级简单，就像课本上面画的这个样子。左边是一台 PC， 然后它有一根有一根线路连到中间的一台 router， 所以我们这边写一个 R， 然后右边呢就是另外一台 PC， 假设世界的网络超简单，就3台机器中一个 router 把它连起来。那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 ？router 上面的那些线路啊都有频宽假设这个 router 呢左手R bits per second， 右手也是 R bits per second。然后左边呢，这里有一个人要传东西到右边的电脑去，所以很显然的，它的第一站必须把这个封包从左边经过这个 R bits per second 的 link 连到中间，让 router 收下来。router 收下来之后呢，再往右递到右边去。好，为什么叫 store and forward？ 你要想这是一个 L bits 的封包，好吗？然后它在一个 R bits per second 的 link 上面传。所以当左边的人传第一个 bit 出去的时候，右边人是不是收到第一个 bit？ 然后再传第二个 bit 的时候，右边会收到第二个 bit， 然后第3个、第4个、第5个，然后一直到第 L 个，右边会收到第 L 个。你可以假想一个状况中间的这个 router 如果它是这样的，它的你这样看是左手如果它的左手收到第一个 bit 的时候，马上右手就把第一个 bit 送到右边去。他左边收到第二个 bit 的时候呢，马上右边就传了第二个 bit 出去，这样可不可以？其实是可以的。所以如果很正常的 L 个 bit 传完之后，左边的第 L 个 bit 收了，然后你右边的第 L 个 bit 送出去之后，这个 communication L bit 就结束了，就传到了嘛。可是你要想很多状况，就是说在真实的世界里面那个 R bit per second 的那个连接比如说很有可能受到干扰。很有可能断线断掉了，比如说宕机了，或者是说电没有了或者是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错误发生本来是1的变成0的，0的变成1了。那中间这个 R 每次都很照实的，左边收一个 bit， 右边就放一个 bit 的话，它就没有在中间能够做到容错的这件事情。而且有一个小状况是，当他左边的人收了第一个 bit 过来之后，他要往右送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右边的人已经 ready 可以收了？那也就是说，如果他想要这样左手收一个，右手就放一个，左手收一个，右手就放一个，他必须要让左边的人跟右边都要准备好，然后时间都要一切synchronous，说好，左边第一个可以开始丢了，右边收第一个，左边丢第二个 bit， 右边收第二个 bit， 这样太麻烦了，这样非常非常的麻烦。所以在我们现在 Internet 里面，就是我们用的网络世界里面，都采取 store and forward 的这个策略。这个策略是什么呢？就是在单一的 link 上，左边的你给个名字好了左边的 S 嘛，
右边是 D 嘛，好 ，source 跟 destination， 左边的 S 要传 L bit 给 R 的时候呢 ，R 就会呢认真的把这 L 个 bit 收下来。收下来叫做 store， 然后全部都存起来，确定它完整收到 L 个 bit 之后呢，它才会去看跟右边说，哎 ，D 你在吗？好，你可以准备传吗？可以。然后呢，再一次的把这 L 个 bit 从 R 的身上传到 D 的身上，所以这叫做 store and forward。这两个步骤是分开来做的，它没有同时的在做 receiving 跟 sending。它是 receiving 完之后 store， 然后检查一切无误之后，确定右边有 OK 了之后呢，再 forward send， 然后 destination 再 receive， 可以吗？好，所以它必须要花多少时间呢？左边是 L bit 在 R link 上嘛，所以 L 除以 R 的 second，take L 除以 R 的 second to transmit 这个 L 的 bit into link at R bit， 然后 store forward 是 entire the packet must arrive at the router before it can be transmitted to the next link。要先收起来放着，然后 L bit 确定了，然后再往右。所以 end to end 的 delay 就是 S 到 D 传这 L bit 要花多少时间呢？就除了跟 L 的长度有关系之外，还跟它中间路过了几个 link 有关系。我们不是有2站吗？好，要记得3个人2条线叫2站，站的英文叫做 hop，hop 就是跳的意思，跳2次嘛。对不对？因为它有2个 hop， 有2个 link， 所以总共的 delay 时间就是2的 L 除以 R， 因为它走了2个 link， 每一个 link 要花 L 除以 R 的时间跟2站。哎，下面有写 two hops， 所以随便除一下 L 除以 R， 7.5 megabit 的资料要在 1.5 megabit per second 传，一除就是5秒钟，2站就10秒钟。很简单的数学，数学很简单，只是要教你我们真实世界传是 store and forward 这样传的。因为如果真的要一手这样子收到一个 bit 就传一个 bit， 收到一个 bit 就传一个 bit， 实在是太麻烦了。有 synchronize 的问题，有 error 的问题，有东西如果传错的时候没有办法 recover 的这些问题。所以不如让 R 好好的收到完整的 L bit 啊，所有该检查的事情都检查了，所有该通知 D、通知 S 的东西都通知完了啊。然后再送，好吗？